围绕辽东的冲突。学习者能分析朝鲜建国后围绕辽东问题，明和朝鲜之间矛盾持续的原因。学习者能比较明和朝鲜对辽东旅政的抚慰方式。学习者能说明明朝鲜旅政的关系。通过阻止崔颖对辽东的征伐，并标榜亲民四大路线而建立的朝鲜，紧接着以郑道全为首，为征伐辽东做了准备。这样的冲突重复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出现了围绕辽东的冲突，但两国关系能够重新恢复的契机和理由是什么？此后，明和朝鲜就辽东问题展开了怎样的竞争？结局如何？明和朝鲜之间发生的表界问题与朱元璋时期的温子维无关，是两国间的外交问题。错误。通过魏化到回京掌握权力的李成桂势力，敏锐地应对明朝掌握霸权后的中国大陆的局势，标榜亲民四大路线，并在国内有效利用这一路线，成功建立了朝鲜王朝。随即派使者向明朝宣布朝鲜的建国，并请求批准。朝鲜的这种行为是为了获得新掌握东亚国际秩序霸权的明朝的批准和支持，尽快稳定国内政治状况，确立新王朝的权威。明朝也迅速承认了采用亲民路线的新王朝。两国正式建立了交换传统的册封朝贡礼仪的关系。然而，两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朝鲜要求每年出使3次，即1年3贡，而明朝只提出3年1次的使团派遣，即3年1贡。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歧，是因为朝鲜要求明朝给予与其他外国不同的非常特殊的待遇，而明朝则从与其他外国没有太大差异的一般对位关系的角度赋予应对。由于册封和朝贡是确认君臣关系的仪式，因此超出标准定期的接待使节成为明朝不少的经济负担。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明朝和朝鲜之间在辽东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1393年，朝鲜建国后的第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者送诏书，责备朝鲜轻视明朝，并引发纷争。另外，1395年，以朝鲜发送的外交文书表件中含有讥讽和侮辱的亵渎语言为借口，拘留朝鲜使节，要求押送文书撰写负责人郑道全。所有这些矛盾都源于朱元璋怀疑朝鲜
对辽东有浓厚的兴趣。尽管新王朝标榜亲民势大，并立即建立了册封朝贡关系，但明朝的疑虑并没有彻底解除。这次郑道传被特指为主谋。朝鲜试图努力化解矛盾，打消明朝的疑虑，但另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怀疑的那样，为加强军备，倾注了心血，对辽东的女真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明朝的高压态度是为了在辽东冲突中压倒屈服朝鲜，但结果朝鲜内部反而强化了郑道全等主张辽东征伐的强硬派的立场。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实行辽东征伐做准备。然而1398年发生了李方圆领导的王子之乱，强硬派郑道全等被杀，他们所支持的太祖李成桂退位，朝鲜的辽东征伐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同年1398年，明洪武帝也去世了。可以说，围绕辽东矛盾的当事人明太祖朱元璋和朝鲜太祖李成桂几乎同时死亡或退位，明朝与朝鲜的尖锐矛盾瞬间沉入水底。此后，明朝发生了荆南之变，朝鲜的太宗利用这个机会贯彻1年3公的要求，并解决了诰命和印信问题，弥合了朱元璋和李成桂时期的矛盾，建立了稳定友好的关系。此时建立的关系成为了以后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然而，围绕辽东的矛盾至今仍未平息，因为明朝加强和扩大对辽东的控制之际，朝鲜也为了防止女真的入侵，确保鸭绿江和图们江这一天然边界，无法放弃对他们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明朝占有辽东，设立辽东多指挥使司以来，将居住在该地区的蒙古人、女真人编制在明朝军事制度卫所之下，并授予其部族首领、都督等武职，他们也被编入了册封朝贡体制。另一方面，朝鲜也与鸭绿江和图们江沿岸为乌台生活的乌迪哈、乌梁哈、沃多里等土著女真，从历史上有紧密的关系。一般来说，他们同时服从朝鲜和明朝，通过向双方朝贡，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当他们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时，会不惜掠夺和侵略来威胁明朝和朝鲜。因此，朝鲜为了以图们江和鸭绿江为界，阻挡女真势力，
在边境地区招抚女真为反腐，并设定缓冲地带来管理，同时利用女真部族之间的竞争关系，将他们置于朝鲜的影响力之下。为此，就像明朝对女真采取的政策一样，朝鲜也授予女真部族的酋长朝鲜官职，并允许朝贡的同时允许回赐和交易。这种朝鲜的女真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与明朝争夺鸭绿江和图们江一带女真的局面。两次朝鲜和明朝的女真各部族之间的内部竞争，以及围绕他们展开的明朝和朝鲜的拉锯战，变得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明朝和女真及朝鲜之间反复出现了相互利用、牵制、纠纷、冲突、合作、联合等变化无常的关系。1467年，明朝面对这种情况，提议朝鲜出兵夹击女真。当时朝鲜并没有对明朝提出异议，派遣了兵力。1479年，明朝再次征讨女真，并要求朝鲜派兵。当时朝鲜表面上接受派兵请求，但以季节因素和期限紧迫为借口，犹豫不决，最终采取了免召性派兵。这两次派兵请求表明，明朝在支配和控制辽东女真方面有能力动员朝鲜。由此，明朝将朝鲜定位为合作者，而不是控制女真的竞争者。此后，朝鲜不再延续接受女真的朝贡或授予官职等类似册封朝贡的关系。由此可以说，14世纪末元明交替的国际秩序变化阶段开始的围绕辽东女真的朝鲜和明朝的竞争，最终以明朝的胜利告终。与此同时，朝鲜成功的将鸭绿江和图们江打造成明朝和朝鲜实际上的分界线。至此，可以说，自元末开始的对辽东的竞争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16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明朝内部矛盾的加深，明朝对辽东的控制力松懈，辽东成为动摇明朝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新政治力量抬头的摇篮。